拜托 ATM， 大家好，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光，我是乡里Sandra。在我们未来银行里面，现金很多，各位用智慧来提款。好的，今天的主题是各界讲师说话竞技场，是这5位讲师超能说的，也超会说的。对，好，我们首先欢迎，这是郭代轩，你好。哎，你好，你好。正大广电所说的是，他常上过我们不少节目哈，对，是知名的主播及节目主持人啊。接下来介绍是小江老师，你好。小江老师，大家好，大家好。他是北教大台湾文化所，这个是什么样一个文化？它是主要专攻是台湾文学跟历史2个部分。哦，那我们今天讲的是跟讲师有关嘛？您的专长是？我的专长是看手相，所以大家常常会把我认为是算命。那其实我也是为了要打破这个传统的这个想法，所以我把手相变成科技，所以我就主要是做手相科技。手相科技什么意思？所以手相，你看手相不就是看命吗？就是算命吗？是，逻辑有没有？其实手相实际上是可以用在很多的用途的，像刚刚说在教学上，其实我们有时候会看到这样的人，我们应该因材施教。看他的手就知道他的个性，所以还是要看嘛，哈。是还是要看手相。然后我们最主要其实是把它运用在商场上面。因为商场上面我们要跟谁合作啊，或者要怎么投资啊，其实是看人。人家不是说投资是看人嘛，是投资人，所以其实就是看这个。接下来介绍罗君宏，你好。哎，老师好。罗君宏是什么样的讲师啊？我是一个声音教练。声音教练。对，就是在教人家怎么样可以更好的用声音。你说电影配音那种吗？还是我最早是学配音。为了做这种广告啊，或者是这种旁白，欢迎收看。拜托 ATM 啊，第34届金钟奖。对，那种对。一开始想学配音，之后来我跟着我的老师一起转型做教学。然后后来呢，就是在教学过程当中就发现，我们在发出声音之前，其实内在是很热闹的。所以我自己的理念是，只要能够了解你自己内在的发声，你心里面的声音，你只要能够很好的掌握它，你的外在的声音就会帮助你达到你想要的影响力。那你应该让我们爽一下吧？对，本届最佳综艺节目奖。好，我们先从入围开始。入围。好的。本届最佳节目奖入围的有拜托 ATM， 然后欢呼啊！好，得奖的是拜托 ATM， 终于演完了。蔡宗翰你好，大家好。老师好。请问你是哪一类的讲师？我本身是消防员，所以说我在做的是把火灾还有地震的知识去传递出去，传递给民众，然后还有我去训练我们的消防人员怎么样子用很浅白又自然的这个语言去跟民众去沟通，而不是讲一些专业的语言。要教育他什么？如果针对民众的话，我们会跟他讲说，到底遇到地震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保护自己啊？比方说大家容易误解的，比方说，地震来的时候，一般人可能会想说，他要赶快先开门，赶快关炉火，或赶快怎么样之类的。我会跟他说，这些都是错的。好，这些东西会让你的头部跟颈部更容易先发生受伤、失血。所以地震来的第一步应该是要赶快就地，保护住头部跟颈部，就地掩护。可是你就地掩护，一看那个瓦斯炉还有火怎么办？没关系的，摇晃稍微烧些之后再去。因为它摇晃很大的时候，你过去，可是你看那瓦斯桶一块倒到这里了，忍耐。你好像不是很幸运呢。你可能搞不好其实根本没事，就你一倒就自己先受伤。对，他的意思是说先保护自己嘛，先保护自己，再去处理你安全以外的东西。对，好，谢谢。来，接下来刘杰你好。哎，刘杰是什么样？刚刚那么沉重，有没有快乐一点的？你是哪个讲师？我是英文老师。英文老师，对，我是英文老师。对，您今天是你跟 Sandra 不一样，你是实体上，我是在补习班上课的，我是升学体制的，考高中考大学。那这两个你们两个到底有什么不同？因为我是教出国留学，比方说你要留学像雅思啊、托福啊这类的特别考试。那我是专门升学的，就比如说高中考大学，那我们就要考学测，对，所以是专门针对学测的，就告诉他们怎么解题呀，然后哪一些学测必备的单字啊、文法呀这样子。来，欢迎5位讲师。接下来介绍我们今天的专家，首先介绍超人气美女主播林佩杰主播，你好。主播好，大家好。接着介绍社会科补教名师陈启宏老师，你好。大家好。好，那马上进行我们第1回合存款争夺赛。
我们请乡里来讲规则。好，这一回合呢，银行金库准备了6万元，抢答之后轮流作答，每一个人答对1个答案的话是3000元的奖金。那我们可以把6万元抢光，或是会有2个题目。对，那我们这一题呢，由林佩杰主播来举圈或叉拉。哎，乡里请出题。名师都有独特的教学法，吸引所有的学生趋之若鹜，好想一睹看他上课的内容。根据亲子天下的调查，请问哪10种方式最能吸引台下的听众专注力？请抢答。哎，钟汉。如果是在跟小朋友分享的时候呢，其实可以运用小朋友之间的那个竞争意识，就是用这个分组然后抢分的方式，让他们像玩游戏的感觉，就会提高注意力，然后呢增加我们那个演讲或教课的效果。好的，来玩游戏，来加3000。刘姐。我觉得用唱歌跳舞的方式开心小朋友。唱歌跳舞的方式对或错？来，请加3000。英文也可以唱歌跳舞啊？当然可以啊。唱歌啦，唱歌。跳舞怪怪的。你可以吧？对，很多英文儿歌嘛，对不对？有很多。好，接下来戴先。我觉得呢，就是小朋友或者是学生听众，要让他们的专注力提升。最好的那个东西是他有兴趣的。那如果让他们能够呢，最有专注力就是他有兴趣的东西，就让他自己找他最有兴趣的，自主学习是最好的。来，对或错？来，请加3000。他偷偷嘛找那个玩具车啊，画本啊。对，其实，在国外有个很喜欢叫做show and tell， 就是你带你自己最喜欢的一个东西，然后你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你喜欢这个，然后如何。对啊，这是很好训练。像我们在外景碰到小朋友，对，我们就故意买一大堆玩具嘛，先放在那边啊，你过关了就有1000块红包，那边有玩具，你要选哪里？没有人看红包，通通过去看那个。因为小朋友啊，1000块那个才几百块，他没有概念1000块。对啊，他不管你，我再加1000，他也不理你，他也不过去。然后你要看，就去抢玩具啊。对啊，所以我们觉得，哎，买玩具最好骗，最好骗。来，小江老师，我认为是要带一些手势或者是带动作。之前我曾经在国小有稍微跟他们分享手相这个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发现他们非常有兴趣，然后我都会带一些动作，比如说，大家看到这个手是什么，然后大家就很好奇，然后他也是打破我这个最高标准的一个年龄，他是最高纪录啊，就是一个小2的学生，女生跑过来问我说。老师，你看我的婚姻怎么样？我说你问这个太早了，这样子太早了，对，这么早熟啊？是，所以我认为带动作，然后做这个比试手。小朋友，这是什么手？车手。好，这个什么手？黑手。是，手。各种手。对或错？来，加3000。罗俊宏。小时候上课最怕就是东西好难，然后听不懂。跟我没关系，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把那些内容稍稍的转化，变得更生活化，让小朋友可以很快的理解啊，这个我有帮助，这个东西我知道，那理解的快，其实就有比较强的学习动机。对或错？有。来，请加3000。钟汉。小朋友其实他们的注意力比较有限，对，所以说不要都只靠用口述的，我们可以譬如说，假设今天要让大家认识花草的话，我们就直接到户外去看花或草。实际上，或者我跟小朋友讲说，地震该怎么办的时候，比起我跟他讲说趴下以后稳住，不如就直接模拟一下，现在地震喽，那小朋友们让他们去做动作，再去跟他们讲，他们就觉得在游戏当中会学得比较好。来，对或错？来，请加3000。这个就回归到以前，我从学生时代，我就觉得我们教育部应该去拍历史剧，从皇帝轩辕一直拍到秦朝那里拍，对，三商五洲这样一直拍，那你上课就播这个就好了，历史课啊，拍一次就好了。不是看一定记得清楚，像我听我们那个陈教授讲历史故事，我都记得起来啊。对，最近他说那个秦始皇的坟墓很难挖，底下都是有水银啊，这个我还在第一次听到的。对不对？对了，我觉得还是要有画面，所以他刚刚讲就是画面很重要啊。你刚才讲花花草草，他从头到尾就看着你，哪里有花花草草，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带出去看一次就知道。刘姐哪里有啊？刘姐可以，我们比如说今天要教他认识不同的水果，那我们可以把那个水果的图让他直接可以看到，所以用图像的方式。用图像方式对或错？对哦。来，请加3000。
这样几个了？总共有10个的。对，还有3个，还有3个。来，戴轩。就是这是我自己以前自己的学习经验，就是说，其实有时候你讲太多，他们的专注力就更低。所以呢，最好的方法，像我以前背英文单字，对，可以问一下刘杰老师。其实趁午休睡觉的时候来背单字是最有效果的，因为透过静坐冥想是可以让这个专注力提升。就是一个也蛮禅学的感觉啊，这种冥想的方式。而且你知道吗？有个调查说呢，有85%的国小的小学生，他们认为呢，就是静坐可以提高他们的专注能力。所以你上台的时候说：“来吧，听众们，我们要增加我们的专注力。现在大家开始静坐。”你知道为什么像国小他们的课程45分钟，对，要有15分钟休息吗？其实休息那段时间就是恢复他专注力的最好的时间。是去福利社哦。对或错？有的啊，这也有。要不要补充一下？没有，就是像他刚刚说的，真的静坐冥想自觉，可能的确会让他转换，然后可以比较有这个专注力，这样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是，来加3000。小江老师还有2个。我认为还有一个就是声音部分。那声音部分的话，有些人的方法是提高声音量，然后有些人是切换不同的环境声音。像之前我们在教学上面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讲课，大家下面会睡觉嘛，那时候就放一个不同的影片，跟你的主题可以搭或者不搭的，就是差别大一点，然后声音有可能要稍微大一声一点，这样的部分说这个效果就会出来。等于改变现在有的状况，但已经都僵住了嘛，所以他突破的这个声音。他刚刚讲的是他们在睡觉，所以放个声音大一点，就是把他们吓醒。是有点这个意思。对，来对或错？其实刚刚有演讲过类似的，对，因为他刚刚说图像就是多媒体影音这一类都算是。懂了。好，来君宏。还好我没有讲声音，讲走了。我想游戏化啊，就是在因为我刚刚马上想到我的一个算是教学上的贵人，就叶秉成老师，他创了一个叫做 Park and All 的一个 app， 一个方法哦，那就是用玩游戏的方式来做学习。所以当我们的学习过程真的有很多的游戏化，好像打怪升级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好的去刺激他们的学习意愿。就是还是游戏，还是重复到。对啦。对，来钟汉，有奖征答。用一个题目，对，用题目的时候来问问题，然后送他们那个喜欢的东西，或者小小的橡皮擦或小小的小文具，大家就整个气氛就很嗨了。而且这个在实际上奖励作用嘛，哈，对，有奖励。来对或错？也没有，可能没有在这10大里面，会不会玩得更开心？没有在10大，不在10大里面啊，剩2个，刘姐。继续。还有一个是透过如果团队合作的方式，可以小朋友跟小朋友之间讨论，而不是只是听老师讲而已。也没有，也不在里面。哇，戴轩靠你了！哇，我压力好大哦。再猜，靠你了。我觉得啊，就是其实呢，我们在所有的这个教学法当中，有一个叫做角色扮演。角色扮演法呢，可以让他呢自己去感同身受，这叫做用一个戏剧演出的方式。像学习英文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扮演罗密欧与朱丽叶，或者是哈姆雷特 to be or not to be， 他自然而然就习惯了用那个语言来做角色扮演，所以应该是说戏剧的角色扮演的方法是可以提高他们自己的专注力，跟这个更能够理解当中这个教学的内容。来对我说。其实戏剧是对的，好，对，但是因为刚刚有人讲那个唱歌跳舞那部分，我以为他要把它融入了，就是歌舞啊那种当中表演好像也不一样，唱歌归唱歌吧，戏剧归演戏是进入那个角色里面。所以我们主播给他对了，来加3000。还有一个要不要抢？还有我们以前会讲教学法当中有一个杜威。就是 do by yourself， 就从做中学，所以呢，就是自己 DIY 来亲自来做这件事情，就是动手做就可以提高他们的专注力。哎，对不错，有厉害，把它抢完了，来加3000。最后请主播来帮我们解说一下啊。
其实刚刚讲到动手做的部分了，比方说呢，可能以前音乐课老师有教过我们自己动手做这个乐器啊，或者是你看那个锅碗瓢盆都可以当乐器，就可以来学习声音传达的这个原理。那另外我记得以前上国文课这个再别康桥的这一课的时候，老师呢就会播《人间四月天》这种，就是他会借由一些其他的戏剧啊，或者别的方式，然后让你可以更融入这个课这样。对。而且行长是不是不太读书？但你因为看很多剧，我讲这句话没有什么意思。我的意思说不太亲自阅读，但是很多多媒体的我有阅读障碍，而且会把它美化。你想嘛，孔子找周润发来演，是不是把孔子都美化了？不然孔子本来应该是。对，是讲这样的。不是因为电影演的角色还是会比较帅一点。当然，对不对？秦始皇好看。对，秦王传对不对？春秋对不对？这个其实。拍成戏剧，你看就会有那个楚汉相争。对，以前只有在象棋里面看楚汉相争，你也看不到人啊，是，对不对？但戏剧有没有这样拍出来？哦，原来当时是这样，对，那会比较真实一点了啊。对，3万块，恭喜你们都抢光了。接下来由陈启鹏老师来举圈或叉。3卷，请出题。中国最早的讲师是秦朝的诸子百家，请问中国古代有哪些思想家提出什么理论？所以要有思想家跟他的理论。对，抢答。我吗？东汉，就是你，又是我，太厉害了，就是大家都知道孔子他的论述就是在那个《论语》里面，他强调的是儒家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孔子儒家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人，答对了。中心思想，你是在唱歌啊？谢谢我们学生都一起把答案讲出来。对，来，请加3000。那他刚讲完孔子，那我来讲孟子。好，孟子的话就是人性本善。他觉得人一生出来应该都是善良的。对，孟子人本善，对或错？答对了。来，请加3000。那这样也蛮多可以讲的咯。对啊，郭代先啊，这个我来讲个老子好了。老子呢，他就是清静无为。无为。老子的无为，对或错？答对了。请加3000。小江老师，好，那我这边讲的话是墨子，墨家，墨子是什么？是兼爱非攻啊，刘德华演哦，他演过墨子，刘德华演的，刘德华演，他到处帮人家去对抗那强权，那这个国家帮完又到别的国家去，兼爱非攻，哎，对或错？答对了，请加3000，厉害啊！你看，像这个书拿来我哪会念？我就想刘德华演的角色就好，简单吗？来。金红刚讲到人性本善，那讲人性本恶是荀子。对啊，是笋子还是荀子？荀嘞，草字头，荀子，对或错？答对了，请加3000。东汉，孙子写了一本书叫《孙子兵法》，兵家啊，《孙子兵法》那也流传了很久，而且流传到国外。对，针对战术的部分，战术。所以《孙子兵法》对或错？答对了，绝对有。请加3000。刘姐，刚刚有善有恶，还有一个用法的韩非子。韩非子，韩非子的什么？法家。他觉得应该要用透过就是处罚的方式啊，就是，但是他最主要是那时候想要富国强兵啦。答对了，厉害。请加3000。3加。不是，我突然想到一个人哦。对。我答案刚刚就讲出来了。来，好，讲到法家呢，法家里面有一个代表人物就是商鞅，因为商鞅变法一条鞭，然后还有这个连坐法。对，所以我刚刚就讲商鞅嘛，商鞅变法，对或错？答对了，有的。他最后被5马分尸，对，很可怜哦。来加3000。小江老师，我这边想到的是魏源，3点水的一个源啊。然后对，那魏源我也是讲到他魏源，因为他是清朝，跟他是那个林则徐的好朋友。对，那魏源他其实写了，我记得他有写个海国图志，他增进了，然后因为我们以前中华民族大部分都是在大陆体系，所以对海外的事物他比较不了解。那魏源他是这个算是我们第一个比较
是让这个大陆地区的人了解海外的一些事情，因为它是个图纸，像个地，对世界观。然后它最主要有个主张是以夷制夷。以夷制夷，对，以夷制就是学习别人长处来克制别人这样子。你说魏源是吧？对，魏源，对或错？对，这句话叫做师夷之长以制夷。是的，答对了。好厉害！师夷之长以制夷呀，来加3000。罗君红，最后一个答案哦。我想到的是就是我很喜欢一个人叫王阳明，那他就是讲心学的。就是说，他是应该算心学代表人物。就是说，这世界万物都跟我们它的定义或者是模样都跟我们的内心有关。这是心学。答对了。哎，请加3000。哇，抢光光哎，好厉害这组。其实还有很多嘛，对不对？对，我们是所谓的诸子百家，有所谓的九流十家，就是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杂家、农家。纵横家，还有最后小说家。那其中小说家不入流，那所以我们常讲不入流就是这样来的。对。那小说家之所以不入流的原因，是因为他认为说，大家在街上的那些政治八卦也可以拿来作为改进的参考依据，但因为没有中心思想，然后也没有一套完整的体系，所以大家认为它不够入流。所以我们后来会常讲不入流，就是从这边而来。对，一直到近代才统一这些叫什么呢？什么？叫吉野家。还可以点豆饭吧？大家一定要吃饭吗？不管什么家都要吃饭啦。各种都行哦。来，我们存款稍微念一下。好的，戴轩18000，小江莱斯9000，君宏9000，宗翰12000，刘杰12000。哎，接下来进行下一回合，赢者全拿。我们请香妮讲规则。好，这回合呢，同时作答 A、B 2个选项，答对的话累积奖金，1个人代表1000块；答错的话，此轮就淘汰哦。那每一轮最后留下来那一位呢，可以把当时账户里面累积的奖金全部灌给自己，赢者全拿。我们总共进行3轮，第1轮请出题。讲师最怕喉咙出状况，请问以下哪个是日常生活中保养喉咙的正确方法 ？A. 避免咳嗽。B. 用气音说话，请作答。对，其实轻咳好像会伤喉咙，好像不可以对，轻痰嘛，对不对？对，不可以这样。大家都知道是蛮伤喉咙的。我之前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就有讲，如果你一直觉得喉咙有痰，然后我们会一直想要把它咳出来，他说不能这样，会伤喉咙。对，你有痰一定会。听说要赶快喝水。对，就是把它吞下去。哦，对。哎，你平常讲是有怎么保养喉咙？你要讲那么多话。如果比如说讲很多话，就是要多喝水，而且喝一点点润喉，一点点温的润喉。正确的答案是 A， 避免咳嗽。平常呢，我们应该用自己最舒服的发声方式说话哦。所以你如果你觉得这边有点挤压的话，它其实都会伤到喉咙。那更不用说你咳嗽啊，或是这个动作，其实你声带两边都会用力碰撞，久而久之呢，你这个伤害啊，会造成你声带长茧，或是出现息肉。那大家都以为说，如果我已经不舒服了，我是不是气音小声讲话就好？但是其实真的不是。我以前也有声带受损过，然后我就想说我少操它一点，小声讲话。其实不是哦，你用气音讲话的话呢，也伤喉咙。对，因为你就会加速你声带周围的肌肉疲乏，所以反而会好得更慢。来加5000。下面一题，请出题。好听的声音让人耳朵怀孕，请问近年来热门的 ASMR 颅内高潮被用于什么疾病的治疗上 ？A. 过动症 B. 自闭症，请作答。3个选择的是过动症。我们请俊宏。好，我在想，因为过动症的人，他们是静不下来，然后没有办法很好的专注，所以透过这种ASMR， 就是说让他们可以比较容易说，专注力放在一个当下的声音上，或一个视觉上面，然后让他们就沉静下来，沉静下来，比较容易专注这样子。东汉呢？
也是一样，因为自闭的话，它主要是能够聚焦在自己的想法，而跟外界不接触嘛。那颅内的话，应该是从他自己本身能够把注意力拉回到中心这样的方式，所以我是选 A 过动症。是，小江老师选 B 的来。我认为是因为我觉得声音是没办法抗拒的，你讲话你不想听，可是想听都还是会听得进去。所以我觉得自闭症的人他是有封闭的一个状态。那我们认为从声音去做导入会帮助他的治疗。这样。我其实这样也有道理。曾经有一阵子，我听人家什么录那种声音，什么吞口水的声音啊，还有什么叫床的声音啊，挺多的吧？圆周率的声音有啦，真的有，还有吃的东西的声音，咀嚼的声音，因为它是各种声音，会让你们选择自己适合的。对，比如说海洋的声音啊，也有类似白噪音，或是你拿一个，比方说你拿一个刷子，然后一直在刷过一个表面的那种声音啊。对，以前大家讨厌那个拿那保丽龙涂玻璃，那个是真的很可怕。你喜欢吗？我不行啊，我听到我就已经快要俩拱了。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自闭症。其实 ASMR 是 Autonomous Sensory Meridian 跟 Response， 这个中文叫做自主神经经络反应。那呢，简称颅内高潮。就想说，有时候你对着麦克风轻声细语，或是你摩擦的声音，或是敲击物件，有些这些影片你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想看。你就觉得好像让你可以放松，反复再看，其实这个就是所谓颅内高潮的感觉。那研究者呢，把这个用作于自闭者人士的潜在疗法，他们发现啊，只要常常用这种模式来帮助他们的话，可以减低他们的焦虑跟压力的程度。所以很多人会带着麦克风去收很多声音，大自然。对，有。对，这个就以为他是配音师，他不是，他就收集一些声音来做大家谁喜欢什么样的声音。很疗愈哦，所以你为什么有时在海边拉了吊床就睡着？其实杂音还是很多，而且其实超难睡的那吊床，对吧？可是有度假，因为你心情是愉快的，对不对？来，3位，请到吊床去，心情愉快，那个不好做嘛，不好做。来加2000，请出题。我们常用金鱼脑形容健忘的人，但研究发现，金鱼脑对身体其实好处多多。请问下列何者是金鱼脑对身体的益处 ？A. 减缓失眠症状 ；B. 快速适应新环境。请作答。有分胜负了。刘杰，你选择的是减缓失眠状况，请说。因为我觉得如果金鱼脑的话就不会想很多，通常失眠就是因为我还在想太多，对。那我们有想很多，就是好，那我今天就睡觉好了，能吃能睡，对。会忘记说我现在要睡觉。不会，那可能不止金鱼脑。我现在干嘛？Hello， 然后想着我现在到底要干嘛 ？Hello， 要睡觉。对。小江老师，其实我刚刚也是很犹豫要不要选 A。那这后来我因为在看相过程中，其实还是会遇到蛮多是有这种状况。那我自己本身觉得我自己好像也有这种情况。那我的认知是觉得，如果我们可以忘记很多事情的时候，它会比较 focus 在未来跟现在。所以我会觉得这比较。其实快速适应新环境也有一说，为什么呢？像陶丽一样嘛，那个鱼啊，对，过3秒钟，我在干嘛？我在干嘛？对。他就很快就适应那个环境嘛，他也可以这样解释，而且没有成见。对，原来原来我要睡觉就睡了。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快速适应新环境。有研究指出金鱼脑或是就是我们说的健忘的人，他在面对新的环境跟突发状况的时候，其实比较有能力应变面对现在的状况。但是记忆力比较好的人会一直回想以前，然后就会想说，走不出去了。我这件事情我上次是怎么解决，上次是怎么解决？其实这样的想法反而会锁住你现在的判断。对，因为你多愁善感。来，请东东回来，加1000。8000块，在第一回合呢，由小江老师获得了，请输入他账户17000，追上来喽！进行第2轮，请出题。蝴蝶效应是指小小的举动若不注意，可能会因连锁反应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请问是以蝴蝶的什么特性来命名 ？A. 翅膀运动 B. 身形体积。请作答。好，来戴轩。
这个呢，就是在讲说蝴蝶的翅膀震动会引发另外一个海岸的海啸，所以就是它的翅膀运动，所以是 A。对，就是这边发生的事，结果就有这么小的事情引起，是你所始料未及。后来发现，原来真的是会这样。而且还有一部电影呢，那部电影就是《蝴蝶效应》，很好看呢，虽然很久了。对，很残酷。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翅膀运动。1972年，美国科学发展学会上有个气象学家，他提到，如果南美洲亚马逊热带雨林里面的蝴蝶偶尔扇动一下翅膀呢，有可能2周后造成美国有龙卷风的现象。以这样的状况呢，表示微小的事情可能带来巨大的改变，始料未及。所以，我每天日常生活能够安安稳稳，就是一种幸福。没错，因为我们不知道周遭发生什么事，你只是躲过而已啊。对啊，对不对？所以你每天呢，其实安全是最重要的。但你不知道你躲过什么。那孩子们自怨自艾说：“我运气真不好。”你能活着就是运气好了。来，请加5000。哇，你刚刚好像那段开示哎。对，不是因为很多人常常会抱怨说自己运气都不好。其实运气好的事情他不会记住，他大部分都记运气不好。对，那就是不乐观。而且你周围有一些负能量的话，正能量反而也找不到你。像今天刘琦要去上课，万一赶不上，说不定他有赶不上的道理，你知道吗？那赶得上就赶得上的道理。对，所以事情先不要往后想，先看现在。好，下一题请出题。讲话要让人听得进去，透过三明治说话术，能促进关系，达成目的。请问这个说话术指的是什么 ？A. 用鼓励包装建议 ；B. 循序渐进提出建议。请作答。哎呦，有分歧了哈。好，小江老师，我个人比较偏向是正向的，然后之前也有听过三明治话术，比较偏向是鼓励他，然后认同他，达到一个彼此的沟通的一个平台、一个平衡，之后再继续进行下一步的沟通。윤宏三明治说话术通常都是用正向包装负向，比方说前面是赞美，然后呢接下来再讲我的个人意见，也就是跟你不同的意见，然后这时候再去赞美一次，对。所以当他变得很在运用上面，如果这技巧用得很不好的话，通常会让人觉得你在赞美我的时候，我觉得 OK， 你要话术我了。对，这个完全是鼓励的，但循序渐进，大概是不是先讲不好的，再来讲机会，他最后赞美，是不是这样？钟汉。我觉得其实这个三明治在 A 跟 B， 我觉得它都有在一定的比例啦，它有鼓励的性质，但它同时它也有一个次序，就是说它是先肯定，然后在后续再提你的建议，或者是你提一些其他的东西，就是它也是有一个次序在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部分都有一些元素，但我是选 B， 就是它要有一定的次序去讲，而不是一味的就是只用鼓励这样子而已。其实我刚刚本来想选 A 的，但是我觉得。感觉 A 的话是三明治夹起来，然后 A 夹起来，感觉好像太容易了，所以我才选 B。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用鼓励包装建议。所谓三明治说话术呢，就是 sandwich feedback technique。它是一种呢用于提供建设性反馈的沟通技巧。就比方说瓜哥常常三明治话术我啦，还会我们录完之后就跟我讲说，我觉得你刚刚表现得很不错，先给我一个鼓励。然后第二个他就会说，可是你哪个部分如果可以再加强的话会更好哦。就批评我一下，然后之后再说，不过以你这么聪明，你一定很快就会学会了。就三明治话术我。那这样做的话，就减低我一开始听到可能会有的负面感受。我先觉得被赞美了，然后我反而更容易听得进他中间给我的建议跟批评。那你们看，我最近有朋友去看手相，人家都不讲，他硬要逼人家讲。这个朋友是谁？就是他了。我说人家不要为难人家，他看山猪的手相看了半天，然后我还在旁边说，怎么样？我很有钱吗？这个东西嘛，那我说不要再逼人家了，人家看破不说破。老师，你干嘛不三明治话术我一下？我可不可以分享？我想要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三明治这种方法要怎么用才会用得让人舒服。因为有时候对方如果已经知道我已经犯错了，你这时候赞美他，他会觉得 OK， 你只是在求我，对你待会就要来跟我讲你的意见了。所以通常我们在做这种沟通的时候，我们的正面回馈不是无脑的赞美，
而是要去发现这个行为背后的那个动机。比如说他可能提出了一个不好的意见，啊，你这意见真棒，一听就是假的。但是我说我会感觉出来你是因为站在什么样的立场，然后提出这个意见，可以帮助到我们客户什么东西。对，我就这个意思啊，我了解啊，我在讲这个意见。对方把心门打开之后，才会接受我们不同的意见，对，比较没听进去。那你们还算好的，愿意去教的。有的人根本就是看你犯错就犯错了，直接骂，也不关我们什么事。对，不连骂都懒得骂，骂等于在教他，心死了。是，你就说啊还好就结束了。可是我觉得如果我跟你讲说都还好，就把你放弃了。没错，我感谢你话术。来，两位请到旁边休息一下，来加3000。下面题请出题。情人节的由来是为了纪念一位瓦伦泰 （Valentine） 神父。请问这位神父是因为做了什么而被处死 ？A. 与情人私奔 ；B. 帮人证婚。请作答。好，帮人证婚就叫情圣吗？应该是跟情人私奔，对不对？可是神父是可以结。神父不行吧？是牧师才可以，对不对？对，那为什么你会想说帮人做证婚会？因为我们在情人节的时候，就是会祝福大家的那个嘛，就是大家的爱情是很伟大的。而且神父呢，天主教里面神父是不能够结婚的，所以呢，如果他跟情人私奔，可能在当时，比如说古老的时候，可能应该是留下骂名，而不是一个好的一个名声，然后更何况用纪念这个神父。我假设两个是偷 K 恋爱啦，或者有夫之这样两个在一起就结婚。你的剧情一定每次都要这么辛辣吗？啊，对，就表示说他们是不被别人看好，但是他去作证了。他认为两个人爱不嫁嘛？对。那小江老师呢？我认为是私奔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当时应该是不能做什么事，所以他去做。他做了之后，反而大家觉得他这个行为是可以被认同，所以才纪念他。我认为是这个样子。运红也是这样。我的想法也是一样因为私奔这个比较有一种浪漫的色彩。那因为情人节本身是一个浪漫的节日嘛，所以我想说，如果没有一个轰轰烈烈的一个很冒险的举动的话，好像就比较少了那种纪念的感觉。对，所以我刚刚想说，应该跟情人私奔，明明是一个神父，但是偏偏违背了天父的意见的意思，然后就是去谈恋爱，我觉得这件事情挺浪漫的。好，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帮人证婚。在古罗马时代3世纪的时候呢，当时的罗马皇帝为了扩大征兵，所以如果你是年轻单身的男性，你必须要加入军队嘛，所以你们不要结婚，全部都来打仗。那当时呢，就有一位名为 Valentine， 然后瓦伦泰这位神父，他违反了这项命令，他私底下偷偷帮想结婚的男女们证婚。那皇帝发现之后，当然非常不爽，就把他处死。但是呢，后来的人们就把每年的2月14号定为纪念日，然后情人节，对，纪念说这位神父守护爱情的精神，然后象征人们愿意勇敢追爱。可是不是说每个月的14号就是情人节？那你比较甜蜜吧？不是，有人这样认为，一整年都是，一整年的14号都是。那他们如果单身的人不是很气吗？对，他们还有一个什么黑色情人节，就大家要吃那个没有，那个是韩国，他要吃那个炸酱面，黑色，白色情人节是日本，白巧克力，在3月14号的时候，我跟你讲，义理巧克力。总而言之，就是那商人为了骗钱，就这么简单嘛。那每天都可以情人节啊！来，两位先请回来，来加1000啊。9000块这回合，请灌入郭岱轩的账号，18000加9000，27000。好难追哦！接下来进行最后一轮了，第3轮来，请出题。海豚拥有与人类相近的智力，还会根据不同的目的更改沟通方式。请问，海豚在跟伙伴交流时会发出什么声音呢 ？A. 口哨声 ，B. 嘎哒声。请作答。好像这2种声音都听过哦。那口哨声呢？前后扭动的部分是什么？对呀，他们不是会常常会站起来吗？会啊，对，你看在海上怎么？你是顺便吃酸梅是不是？好，
选择一个的是钟汉，选择说明你就结束了。你赢了就结束了。那才1000块，那没办法，就你看他一个人打 A 啊，所以你是猜的。对，我这种猜的。哦，对，因为我口哨感觉好像，因为我跟伙伴在，我也会吹口哨啊。你是人类，你不会科大师吧？对，是我自己想象啊。对啊，海豚会不会口没啊？会。刘姐。因为我觉得海豚好像没有因为我很喜欢海参馆，所以我没有听过海豚发出口哨的声音吧？应该会发出像对咔咔咔咔咔对。你嘴唇要软才吹口哨啊，对不对？对，很有趣耶，这个。那是训练营啊。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口哨声。好，不然移动过去了。其实啊，海豚2种声音都会发，但是他如果是看到朋友的时候，他就会是口哨声，会有。但是呢，柯大师的意思是他在定位的时候，他要回声的时候，他会反射声波来确认他的猎物会在哪个地方，或是潜在危险的位置，所以2个声音都会有，只是不同功能。所以我去的时候，因为他确认我不是他朋友，他确认你是猎物，他想要柯大师你。对。所以你看，所有海上的声呐都是靠海豚发明的。来加1000，这个最少奖金。难赚哦，因为只有你一个人答对。这1000，请灌入钟汉的账户13000。来，请乡里来宣布他们的奖金。好，最后呢，戴轩27000，小张老师17000，君宏9000，宗汉13000，刘杰12000。恭喜我们的郭戴轩啊，成为我们今天的冠军，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哎，恭喜我们的郭戴刚，郭戴轩，戴刚来了，有27000块的哈，来，请插卡，谢行长，冠军呢。来，金库请打开，里面27000现金是您的，请先通过2个密码提示，请出题。 2个密码分别是总笔画56画的皇帝吃晚餐，或是总笔画37画的吃美食吃到变大厨。皇帝吃晚餐一定是满汉全席啊，对不对？什么蒸肴加味蒸肴这种，对琳琅满目，琳琅满目，对，山珍海味，山珍海味。可是但是56画应该会比较复杂，琼什么玉叶，琼浆玉叶，哎，这个琼浆就很难哦。怎么写？浆有点困难。吃美食变大厨哦，吃了美食之后吃久了就变大厨。我们不能说应该变胖子吧？我们不能说久病成良医了哦。或者这个吃美食嘛。那我选。 吃美食变大厨好了，37画还是省简略一点，对不对？对，轻简一点。来，请锁定吃美食变大厨。皇帝吃晚餐，到底是哪4个字呢？满汉全席吗？来，请出。鼎食名中。我应该表示很丰富啦，用鼎装的食物嘛，吃饭还要隆重敲钟，对，连上厕所都要敲钟。哎呀。 撒龙柱，撒龙水啊，对，龙柱跟龙水，对 ，OK， 脱龙裤，当叮当叮当叮当哐，抬龙柱。哎，他们是自己，不是啊，一定有太监嘛，太监呐，来撒龙水，穿龙裤，太忙了吧，龙。 这鼎食名中56画，还好没选，真的还好没选，因为如果只看那个，我应该想不到。是，只看注音你会写不出来。对，想不出来。鼎跟钟鸣这个好多笔画。好，我们来看看吃美食变大厨是哪4个字，请拿笔。题目出呢是出1分钟就要写哦哈，请清楚写字再写密码。好，吃美食变大厨，请出题。你的题目是。 耳濡目染，这个太简单了。来，请开始计时1分钟，开始，清楚。清楚。耳濡目染，那送钱呐。6，好，用按。06，对，没错。1、2、3、4、6、7、8、9、10、11、
17。哎，木，简单嘛。2、3、4、5。闪。1、2、3、4、5、6、7、8、9。好，赶快先确定。用了几秒？38也是还22咯。38秒，你1分钟没有用完嘛？如果错的话，改字的话就变成还有22秒。耳濡目染，密码06170509。对或错？哎呀，恭喜！哇，一次完成，太厉害，很漂亮哇！哎，27000块现金哎，你看到没有？恭喜！挑战成功，恭喜你！耳濡目染，很简单啦。而且恭喜你，了不起！来，我们现场。哎，恭喜恭喜！哇，一次写完了，你看表示非常有水准了。这今天来的这几位讲师不仅聪明，口才又好啊，大家都多学习讲话的技巧，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我马上要回去上课了，对吧？对，辛苦你。因为我没有得到。没关系，跟学生说你就上节目了，对不对？今天就麻烦你了啊。我的荣幸，我的荣幸，科技感。你的声音那么好，你穿起来，你帮我们做个谢幕好不好？好，那我披着就好了。你披着羊皮的狼来，披着。你知道要讲什么吗？我知道。当然了，你赌神你说晚上帮你锁定拜托 ATM， 我们大家讲不知道智慧变现。来，进来，声音有磁性来了，哎，好。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 把智慧变现。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谢谢。谢谢大家，谢谢。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 哦，拜托 ATM， 谁敢来 battle？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等你来 battle。